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关于一对跨越海峡的恋人。他们的故事充满了曲折，也让我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我们的女主角小倩是广州人，家里条件非常好，父母在城中村有10几栋楼收租，每个月光收租就有几十万进账，可以说是真正的收租大家。而我们的男主角阿杰是台湾人，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收入在当地算是中上，但比起小倩家的条件，那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了。两个人是在一次小倩去台湾旅游时认识的。那天小倩一个人在西门町逛街，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她没带伞，正着急时，阿杰递过来一把伞，还很绅士地说：“小姐，要不要一起走？我顺路送你一程。”那时的小倩哪里知道，这一程就是一辈子。刚开始交往时，双方父母得知后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反对。小倩父母觉得台湾不是很穷吗？嫁过去要吃苦的吧。而阿杰父母则担心大陆女孩是不是冲着我们家那点钱和台湾户口来的。讲真，这种刻板印象真的很离谱。台湾社会发展其实很成熟，虽然近些年经济增速比不上大陆，但人均 GDP 仍然可观，社会福利制度也很完善。而小倩家里根本不缺钱，她看重的是阿杰这个人，而不是什么经济条件。小倩自己也有担忧，她是不是只是想玩一玩？我们的文化差异这么大，能长久吗？万一过去被欺负了怎么办？可是每次见到阿杰，看到他那双真诚的眼睛，一颗悬着的心就安定下来。经过2年的异地恋，他们终于打算结婚了。阿杰决定先来广州见小倩的父母，这可是头一遭啊！就在这次见面中，发生了故事的高潮。阿杰被小倩的亲戚们围住，问出了那句让人尴尬到脚趾抠地的话：“你们台湾人真的那么穷吗？”当时的场景真是社死现场啊！我来详细讲讲是怎么回事。那天是小倩爷爷的80大寿，全家人都聚在一起，阿杰作为准女婿也被邀请参加。一开始氛围还不错，大家对这个台湾女婿都挺好奇的。小倩的爸爸还特意让阿杰坐在上座，表示尊重。餐桌上，小倩的二舅开始发问了：“听说你在台北上班啊，月薪多少啊？”阿杰很实诚地回答：“大概新台币7万多吧。”二舅一换算，惊讶道：“才16000人民币，这在广州连房租都付不起吧？”阿杰还没来得及解释，三姨又插话：“台湾不是发达地区吗？怎么工资这么低呀？”小倩赶紧解释，台湾的消费水平和我们不一样，而且他们福利好，税后收入虽然看着少，但实际生活质量很高的。可亲戚们根本听不进去，七大姑八大姨开始七嘴八舌：“小倩家里这么有钱，嫁过去会不会受苦啊？我听说台湾的房子又小又贵，你们住得下吗？台湾那边是不是条件都不好啊？不然怎么要来大陆找老婆？”小倩的脸都红了，急得快哭出来。阿杰倒是很冷静，他站起来，用不太流利但真诚的普通话说：“各位叔叔阿姨，我知道大家关心小倩，台湾和大陆确实有差异，但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他拿出手机，展示了他在台北的公寓照片，虽然不大，但干净整洁，装修很有品味。又给大家看了他们平时去的餐厅、商场和风景区的照片。我们台湾虽然地方小，但生活品质不差。我们注重生活的质感，而不是简单的追求表面的奢华。阿杰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小倩爸爸这时候发话了：“我去过台湾几次，确实很干净整洁，人也有礼貌。虽然不像我们这边发展那么快，高楼大厦那么多，但人家的社会秩序、公民素质确实比我们好。有些东西不能只看表面。”这话一出，亲戚们才安静了一些，但饭桌上的气氛已经有点尴尬了。回家的路上，小倩忍不住哭了：“对不起，我家亲戚太没礼貌了。”阿杰却笑着擦掉她的眼泪：“没关系，我理解。其实两岸之间确实存在很多误解。我来之前，我妈也担心我会不会被你们家套牢，觉得大陆女生都很会算计，这些刻板印象需要时间慢慢打破。”小倩破涕为笑：“真的吗？你妈妈这么想我啊？”阿杰点点头：“当初告诉家里我交了个大陆女朋友，我爸妈差点没把屋顶掀了。他们总觉得大陆女生都是冲着台湾户口来的，直到视频见过你，
看你家里条件这么好，才稍微放心一点。两人相视而笑，这种双方家庭都有的担忧和误解，反而让他们更有共同语言。第二天，小倩决定带阿杰去看看他家的房产，让他更了解他家的实际情况。他们开车来到城中村，小倩指着一排排楼房说：“这10几栋都是我家的，每栋5层，一共有近100户租客，每个月光收租就有几十万。”阿杰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这么多？我爸是第一批在这里盖楼的，当时只花了几十万，现在这片地的价值已经过亿了。小倩解释道：“我家在市区还有3套商品房，都是投资用的。”阿杰感慨道：“难怪你家人担心我会让你吃苦，确实，我在台湾的条件比不上你家。”小倩拉着他的手：“但我嫁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嫁给房子和钱。在台湾，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不需要依赖家里。”阿杰被他的话感动了，紧紧抱住了他。接下来的几天，阿杰开始认真了解广州的情况。他发现这座城市确实发展得很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基础设施完善，消费水平也很高。小倩带他体验了移动支付、共享单车、高铁等在台湾还不够普及的事物，阿杰直呼太方便了。但他也注意到，尽管广州经济发达，但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台湾还是有自己的优势，两地各有所长，并不存在绝对的谁优谁劣。晚上，小倩爸爸单独找阿杰聊天，一开始气氛有些紧张，但随着交谈深入，两人竟然相谈甚欢。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钱的问题，小倩爸爸坦言，而是担心你们2个文化差异太大，将来生活不和谐。阿杰理解的点点头，叔叔，我明白您的顾虑，确实，我们在很多观念上有差异，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互相学习的机会。我喜欢小倩的直率和活力，这是台湾女生身上比较少见的特质。而她说她欣赏我的细腻和包容，我们互补性很强。小倩爸爸被她的真诚打动了，只要你真心对我女儿好，其他的我都不计较。不过你要向我保证，绝不能让她受委屈。我保证。阿杰郑重地说，我会用一生去爱护她，尊重她。这次广州之行让阿杰对大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消除了他父母的一些顾虑，而小倩的家人也开始接受这个台湾女婿。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小倩要去台湾见阿杰的父母了。这次见面比想象中顺利，阿杰的父母虽然一开始有些拘谨，但看到小倩懂礼貌，会下厨，还特意学了几句台湾腔，态度明显软化了。特别是当小倩拿出她精心准备的礼物，一套上好的普洱茶和精致的茶具，阿杰父亲作为茶道爱好者，眼睛都亮了。阿杰妈妈私下对儿子说，这姑娘不错，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那种势利眼。阿杰笑着回答，妈，大陆女生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你以前的印象都是刻板成见了。这次台湾之行，小倩也发现台湾社会并非如大陆人想象的那样穷，虽然没有大陆1线城市那样的高楼大厦和快速发展，但生活品质很高，人们注重细节和品味，社会秩序良好，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很完善。台湾的经济模式和大陆不同，阿杰解释，我们更注重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虽然没有超级富豪那么多，但中产阶级比例很高，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小倩点点头，我感觉台湾人更会享受生活，不像我们总是忙忙碌碌的。是啊，所以我们虽然 GDP 总量比不上大陆，但人均水平和生活质量还是不错的。阿杰笑道。经过双方父母的见面和了解，这对跨海情侣终于获得了家人的祝福。他们决定在广州和台北各办一场婚礼，让两边的亲友都能参与。婚礼当天，小倩穿着中式嫁衣，美得惊艳四座。阿杰的父母看到这一幕，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我儿媳妇真漂亮。阿杰妈妈由衷的赞叹。小倩爸爸拍拍阿杰的肩膀，好好待我女儿，她从小到大，我舍不得她受一点委屈。叔叔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她。阿杰郑重承诺。婚后，小倩随阿杰定居台北，但每年都会回广州探亲，两家人也经常互相走动，关系越来越亲密。小倩在台北开了一家推广大陆美食的餐厅，生意出奇的好。她发现台湾人对大陆文化其实很感兴趣，只是缺乏了解的渠道。
而他的餐厅成了两地文化交流的小窗口。阿杰则利用在大陆的人脉，为台湾公司开拓大陆市场，事业也越做越大。几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两岸，寓意连接两地的血脉和情感。小女孩既有台湾人的温婉有礼，又有广州人的活泼开朗，成了两家人的开心果。有一次，一位台湾客人在小倩的餐厅用餐后，好奇地问老板娘：“你嫁到台湾会不会不习惯啊？毕竟大陆发展的那么好。”小倩笑着回答：“其实两地各有优势，大陆发展速度快，机会多，活力足；台湾生活节奏慢，细节到位，秩序好。我在两地都生活过，感到的不是谁优谁劣，而是互补。”当小倩刚嫁到台湾的时候，确实有一段适应期。虽然台湾和大陆同属中华文化圈，但细节处的差异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语言，虽然都说中文，但台湾的用词习惯和广州差别不小。小倩第一次去超市买东西，竟然闹了个笑话。她想买茄子，在台湾却要叫茄瓜；想买土豆，在台湾要叫马铃薯；就连打出租车，在台湾要叫计程车。这些生活中的小差异，常常让小倩啼笑皆非。有一次，小倩在小区里遇到邻居，热情地打招呼：“阿姨好。”没想到那位中年女士脸色一下子就变了。阿杰赶紧解释，在台湾，阿姨这个称呼有点显老，一般会称呼不熟悉的中年女性为太太或女士。小倩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早知道我就叫她姐姐了。阿杰哭笑不得，那更糟糕了，在台湾叫姐姐会显得很油腻，像是故意讨好人家。这些文化差异起初让小倩感到挫折，但慢慢的，她开始把这些差异当成了解台湾的契机，甚至乐在其中。她开始留心观察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学习当地的礼仪和表达方式。阿杰的父母对这个大陆媳妇也越来越满意。小倩孝顺懂事，还特意学做了不少台湾家常菜，像卤肉饭、三杯鸡、蚵仔煎等，做得有模有样。阿杰妈妈高兴地对亲戚们炫耀：“我媳妇聪明着呢，台湾菜学几次就会了，比我儿子还会做呢。”小倩在台北的餐厅生意越来越好，她不仅带来了正宗的广州菜，还融入了台湾元素，创新出一些独特的菜品。餐厅成了两地美食文化交流的窗口，甚至吸引了不少美食博主前来打卡。老板娘，你这个酸甜排骨太绝了，我在广州吃过的都没这么好吃。一位台湾顾客竖起大拇指。小倩笑着回应，那是因为我用了台湾本地的水果调制酱汁，酸甜更加协调。阿杰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凭借对大陆市场的了解和人脉，他成功帮助台湾公司拓展了大陆业务，升职加薪，成为公司的核心骨干。有意思的是，每次回广州探亲，小倩都会感叹大陆的飞速发展，真的是一年一个样啊！每次回来都有新变化。小倩的父母也经常来台北看望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时，他们对台北的印象还停留在比不上广州繁华上，但随着多次往来，他们也发现了台湾社会的独特魅力。台北的确没有广州那么多高楼大厦，但街道更干净，空气更好，人也更有礼貌。小倩爸爸对朋友说，而且他们的医疗、教育体系确实做得很好。我外孙女在那边上学，老师特别负责，班级人数少，能照顾到每个孩子。小倩妈妈也认同，是啊，我们开始只看到表面的繁华，却忽略了生活品质这个更重要的东西。现在想想，女儿嫁到台湾其实挺好的，这种观念的转变，正是两地频繁交流带来的积极影响。两岸小朋友渐渐长大，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混血儿。他既有台湾孩子的礼貌谦和，又有广州孩子的机灵活泼，还能流利地说普通话。台湾国语和广东话三种语言成了亲友们的骄傲。妈妈，为什么外公家的楼房那么多，但外婆家的花园那么大呢？小两岸天真地问。小倩笑着解释，因为在广州土地很贵，人们喜欢往高处建，在台北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喜欢有自己的院子，两边都有各自的好处，就像妈妈和爸爸各有所长，互相补充。这番话不仅是对孩子的解释，也是小倩对两地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5年过去，小倩已经完全融入了台北的生活，她的餐厅成了当地的知名品牌，还开了分店。更让她骄傲的是，
他创办了一个两岸青年交流协会，组织台湾年轻人去大陆参观学习，也邀请大陆青年来台湾体验生活，搭建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有一次，协会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两岸青年讨论彼此的印象。会上，一位台湾大学生坦言，以前我以为大陆很落后，去了深圳、上海后才发现，人家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这些便利设施都比我们先进。一位大陆留学生则分享，来台湾前，我觉得台湾经济不行，但现在发现台湾的人文关怀、社会福利和环保意识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小倩在旁边听着，心里满是欣慰，这正是她创办协会的初衷，打破刻板印象，促进真实了解。阿杰也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他常说，小倩不仅是我的太太，更是我的骄傲。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文化差异不是障碍，而是财富。7年后的春节，两家人决定一起去日本旅行。这一次不再有文化隔阂，不再有猜疑防备，两家人其乐融融，就像一个大家庭。旅行中有个插曲让大家印象深刻，在一家日料店，老板听说他们是中国人，特意拿出最好的食材款待。席间，小倩爸爸和阿杰爸爸一起敬酒，两位长辈相视一笑。阿杰爸爸说，老哥，记得最初见面时，我还担心我儿子娶了你女儿会吃亏，现在看来是我们家赚到了。小倩爸爸哈哈大笑，我不也是怕女儿嫁到台湾会受委屈吗？现在看来都是多虑了。两位长辈碰杯畅饮，那一刻，所有的隔阂都烟消云散。小两岸已经上小学了，成绩优异，特别是语文和英语，得益于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优势。他对同学们说，我有2个家，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广州，两边都好玩。这种认同感正是小倩和阿杰努力的结果。他们从不让孩子产生身份认同的困惑，而是让他自豪地拥抱双重文化背景，成为真正的文化小使者。10年后，小倩和阿杰迎来了结婚10周年纪念日，他们决定重返初见的地方台北西门町，重温那段美好的邂逅。记得当时你撑着伞问我要不要一起走吗？小倩笑着回忆。阿杰点点头，那时哪想到一起走的不只是那段路，而是一辈子。你后悔娶了一个大陆女孩吗？小倩半开玩笑地问。阿杰认真地看着她，从来没有。你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小倩靠在他肩膀上，幸福地说，我也一样，从不后悔嫁给你，哪怕当初那么多人反对。10年的婚姻生活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也更加理解两地文化的差异与共通。他们的故事也影响了身边的人。小倩的表妹在她的介绍下认识了阿杰的表弟，两人也走到了一起，成为第2对跨海姻缘。小倩笑称自己是两岸红娘，为促进两地交流做了贡献。阿杰的公司因为在大陆市场的成功表现，决定在广州设立分公司，由阿杰担任负责人。于是，这个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模式，台北和广州两地往返，两边都有家，这样挺好的。小倩说，两岸一家亲，我们真的做到了。阿杰笑着点头，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是跨海楼台也得月啊。在广州的分公司开业仪式上，小倩的父亲特意来捧场。当年那个问台湾人真的那么穷吗的二舅也来了，此时的他已经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连连向阿杰道歉，当年是我无知，冒犯了你，真是不好意思。阿杰大度的摆摆手，二舅言重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何况您说的也是实话，当时相比小倩家，我确实条件一般，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是一家人。这番话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15年过去，小两岸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她决定报考台湾大学的医学系，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为什么想当医生呢？小倩好奇地问女儿。因为我想像外公一样，为两岸人民的健康做贡献。原来，小倩的父亲是一位退休医生，曾经参与过两岸医疗交流项目。小倩感动地抱住女儿，你比我们强多了，从小就有这么远大的志向。阿杰也为女儿感到骄傲，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为两岸医疗合作贡献力量。20年后，两岸已经成为一名知名的心脏外科医生。
他在台北和广州两地都有行医资格，经常往返于两地，为病人服务。他的专业能力和跨文化背景，使他成为两岸医疗合作的重要桥梁。我很庆幸有这样的父母。两岸在一次医学论坛上分享，他们让我从小就能够接触两种文化，学会尊重差异，寻找共通。这种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台下已经两鬓斑白的小倩和阿杰含泪鼓掌，为女儿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当初的坚持是对的。小倩握着阿杰的手说，跨越海峡的爱情虽然充满挑战，但结出的果实如此甜美。阿杰点点头，是啊，我们不仅收获了幸福的婚姻，还为两岸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小倩的餐厅已经成为台北的标志性美食品牌，分店遍布全台。阿杰的公司也成为两岸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而他们的女儿更是成为新一代两岸交流的代表人物。25年后，在小倩和阿杰的银婚纪念日上，两家人再次聚首。当年的反对者，如今都成了这段婚姻的见证者和支持者。来，我敬两位老人家一杯。阿杰端起酒杯，对岳父岳母说，谢谢你们当年最终支持了我们，让我娶到了这么好的妻子。小倩父亲笑道，应该是我们谢谢你，这些年来，你把我女儿照顾得这么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阿杰母亲也感慨道，当初我们多么担心啊，害怕文化差异会影响婚姻，现在看来是我们多虑了。小倩母亲点点头，是啊，孩子们比我们看得更远更开阔，他们用爱跨越了那道海峡。这一刻，两家人相视一笑，仿佛回到了25年前那个尴尬的家庭聚会。当时的疑虑和不解，如今已化作了相互理解和尊重。其实，富裕与贫穷只是物质层面的差异，而文化认同和情感交流才是婚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阿杰深情地说，我们的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种文化的交融。小倩靠在丈夫肩膀上，幸福地说，当年那句台湾人真的那么穷吗？现在想想还真是好笑。物质永远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而爱情才是跨越一切的力量。这对跨海婚恋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两岸青年勇敢追求爱情。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真心相爱，文化差异不是障碍，而是婚姻中的调味剂，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最后，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始。当年那个被亲戚们围住，尴尬地被问台湾人真的那么穷吗的阿杰，如今已是两岸经贸往来的重要推手，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而他的妻子小倩也从一个担心被骗感情的大陆姑娘，成长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我是丽姐，希望今天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在相亲交友中，不要被表面的条件和刻板印象所左右，而要看清对方的真心和人品。无论是哪里的人，只要真心相待，都能收获美满的爱情。各位观众，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